最新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可能会突破你的想象。拜登执政时期的美国家庭和如今老川执政时期的美国家庭，他们最关注的事儿有什么变化？中国自诩的云中彩虹桥崩塌了，工程师冒着被解职的风险，拐弯抹角的告诉了咱们真相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1号，开始我们今天的环球纵览。第一件事儿还是美国的，由于美国政府关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盖牌了，它不再公布。但是全球最大的民营人力资源集团 ADP， 它是照常公布，但最近的数据可能会突破美国民众的想象，不是太好了，而是太差了。我看了一下数据统计，拜登时期他在8、9、10 3个月每月新增就业人口呢是平均20万，最低也有17万。那老川执政时期每月新增多少呢？那就不是打10折的问题了每月新增只有3000多个，这简直就是断崖式的飞行跳水。因为美国民众和中国老百姓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中国老百姓一说中国的 GDP 涨了5%，那都是说习主席领导有方。至于说下一顿的饭在哪儿呢？不重要，民族的这个尊严自豪感可能比自己那点事儿要重要。老美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，你不管这 GDP 5%还是10%，我下个月的房贷我得还上，医疗费我得交出去，每月他要付账单，所以他最关注的实际上是就业情况。这个 ADP 统计的仅仅是私营企业，那政府部门还没有计算在内呢。实际上大家都清楚，这政府部门是一直在裁人，没什么新增就业，大多数都在裁人呢。所以你说很多老川的支持者为什么今年开始选择给民主党投票？因为人他总有一个切身利益为导向。我不管那些什么民族问题、宗教问题什么移民问题我首先关注经济问题，经济落实到每一个家庭，那就是每月我得有收入还账单，就是一个就业的问题。所以老川他的压力应该是山大的，不知道他能想出什么办法能够改善这个执政的根基。第二呢，我们说一下拜登时期的美国家庭最关注什么事儿？现在5年过去了，他们之间呢变化还是非常大的。我看了一下2020年有一个统计，首先说这个统计呢，它是跨党派的，它统计了有6万多名的美国家庭，这里边呢，它既有民主党的，也有这个共和党的，也有无党派的，跨越了各个行业。就是2020年拜登执政第一年，人们最关注的事儿是什么我看了一下那个表格，第一，健康社会保障；第二，移民问题；第三，通胀与生活的成本；第四，气候变化，那时候还关心气候变化呢；第五，犯罪率的问题；第六，政府的债务；第七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统一；第八是教育问题。斗转星移，现在已经是老川执政的第2个任期了。那现在的美国家庭，他们最担心的事儿是什么呢？现在最担心的是通货膨胀，生活成本增加，这个比例是高达51%。排名第2的是健康和社会保障，老川已经在砍这奥巴马医保了。第3个是经济形势的恶化，第4个是住房问题，第5犯罪问题，第6是扶贫的问题，第7是移民，最后是失业。你看这5年过去了，经济更好了还是更差了？普通的民众是最有发言权的。
虽然说现在的数据，美国 GDP 和去年比差异不大，都是3%呐、4%，但是这些 GDP 可能是集中在那些大型科技企业，他们股价确实在往上涨，但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分到这个蛋糕。好，我们说第3件事那就是中国的战狼不仅仅是在外交系统、新闻系统也跟着是有样学样。因为你看那个中国驻大阪总领事叫那个薛建的，他不说了一句斩首理论吗？不光没受到内部的批评，反而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肯定。这升官是迟早的事了升副部应该问题不大。你看你能得到好处，那别人也会呀。最近有一个媒体叫玉渊谈天，我必须说一下它的背景，它就是中央电视台，因为原来的中央电视台的老楼就在玉渊潭公园那儿，所以它起了个名叫玉渊谈天。当然还有一个叫长安街知识，那是北京日报的，这都是中共的官媒，他呢也学会战狼了。那我们看看他说的有多么的粗鄙。这个玉渊谈天是这么说的奉劝高氏早苗，他这个高氏呢改成了搞事儿就是搞事儿了。奉劝搞事早苗不要满嘴喷粪，这就已经开始骂街了。然后呢，他又提到了，人们不禁要问，你说日本有事儿就是台湾有事儿，你怎么能说出口？莫非他的脑子被驴踢了？这不已经在开始进行人格的侮辱吗？所以我想中共如果不改变这种粗鄙的文化，文化界、媒体、艺术界可能都这样，结果就是整个全民在全世界面前都会变成不体面。你就是一身名牌，那怎么样？一张嘴就是那个关键词儿，没有意义的当然根儿上的问题大家都清楚，你有什么样的领袖，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氛围。像老习讲的什么撸起袖子加油干一般这老姜说不出这话来第4件事我们说一下俄罗斯的统治它实际上集合了东西方的恶政，那就是社会资源被广泛的收集到集权统治者，然后统治者再分发给他的周围圈子里的人，而普通的民众会成为盛世的牛马，那就是乱世的炮灰。最近有一个行业或者说有一个军兵种特别的吃香。新闻来源呢是是俄罗斯的贝加尔湖报，它呢爆出了当地的一些事儿，就是俄罗斯联邦有一个部门叫做宪兵，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军事警察。他们呢头戴那个面罩，开始在一些贝加尔湖远东地区搜捕这些伤兵的下落。因为有一些伤兵按照国际法他已经负伤了，他就应该回到地方，不能重新送到前线了。因为有的人他腿脚都不利索了，都拄着拐杖了，双目不是双目，有的眼已经一只眼失明了，有的有耳鸣，耳朵已经被炮声震坏了，他不适合再打仗了。但是按照俄罗斯的规则法律是放在一边的，你必须重新得扛枪，重新给我冲。这些伤兵当然知道冲上去那就是个死，所以这些人有的是就开小差回到了自己的老家。这个按照俄罗斯联邦这就属于逃兵了，所以他有个专门的部门叫做宪兵，就戴着这些头套专门搜捕他的家人，然后呢对他们施以这个刑罚，必须给这个逃兵打电话让他回来。其中有的人是他的表哥表兄弟什么妈妈姐姐只要你是周围有亲戚，必须把这个人交出来，不交出来的话就要接受刑罚的这些折磨。在这儿我们来纵深分析一下，普京他掌握权力以后
当他发动战争，真正冲在前线的就是一些远东地区贫困的老百姓的孩子，而那些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权贵的孩子呀，他们往往会充斥在3大部门。第一个部门，那就是联邦安全局，反特的反间谍部门。这个部门啊，权力非常大，超越了一般的警方和地方政府。最高级官员的孩子，虽然我也当兵了，我也是参军了，为国家做贡献了，他没什么生命危险，他反而是掌握权力，专门负责这个反特的。有些人呢是分布在这个内务部队。第二个，他同样是也能够到前线，但是他不打仗，他是担任另外一个部门，叫做督战系统。督战队啊，他拿着那个冲锋枪啊，专门是在后边督战，谁要是往回走，哎，我就给你突突。第三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宪兵，这个部门啊，现在权力可以说是最大的，他超过了督战队，很多人就要给这些人行贿，因为他负责专门搜捕这些已经逃回到家乡的逃兵，如果你不交出来的话，哎，那就开始折磨，实在不行，那你就要交钱啊，交钱以后，他把名字一划，这个人确实查无此人，事实证明他没有跑回老家，按失踪处理了，你这不就是发财机会吗？所以说腐败啊，在这种专制集团国家是无处不在的。总而言之，民众永远无法掌握这些权利。第5项，我们说一个中国的事儿。11月11日啊，中国当地时间，它就有一个四川阿坝州的大桥轰然崩塌，我们都看到了这个视频，非常危险，非常可惜呀。那这种事儿是怎么产生的呢？这儿呢，它不仅仅是一个质量问题，哎，咱们还是从纵深来考量一下，它为什么会出这种事儿。根据这个桥梁的设计者工程师啊，可以说他们冒着被炒鱿鱼的风险说了实话，但是呢，他得拐弯抹角的说，我们从这些只言片语也明白，这桥它迟早得塌。工程师坦白啊，因为它的上游要建一个水坝，搞水力发电，原计划的图纸就必须得改，改的结果呢是人为的提高了200米，要为这个水坝让路。那你这200米怎么来的？那只能是往上修啊，把这个桥墩不停的增高，那么这自然它就晃悠啊。它有2个词儿，你听一下，一个叫做地质断裂带，这个桥就修到了地质断裂带了。更严重的是，它叫做崩滑堆积体。这几个词儿啊，你弄一块儿，用咱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，就是它本身就是上面有雪崩啊，什么滑下来呢，它堆在那儿，它本身它并不稳定。现在你把它当成了桥墩，那你想想，水坝肯定扰动了当地的地质啊，本身就是堆积体，它还开始进一步的崩滑，这桥也就是你看到的轰隆。既然这工程师把这实话说了，我们就能明白，不是他的错，也不是建筑公司的错，而是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。那谁让他设计呢？谁让他更改这个设计呢？我看了一下，当时啊，对外公布是投资额是28亿人民币，但是这28亿呢，要建61座特大桥，再加14座隧道，平均一个划下来呢是3700万。3700万，你建一个100多米高的桥墩，你觉得它能给你造成什么质量？所以这个事故触发啊，也可能是必然的。据他讲呢，是没有人员伤亡，那至于有没有啊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好，今天咱5件事儿就聊到这儿。我在今天的大卫军情局啊聊了一下，如果说中共要武力犯台，它有可能采取的战法以及使用的武器装备是什么。如果您感兴趣，请在留言区置顶的链接去关注大卫军情局，咱们每天都有更新。
再次感谢您打开小铃铛，咱们明天见。